哎，豪哥，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啊！对，应该还蛮开心的啦。其实没有，这难受想哭，是我才难受想哭啊！哇，礼拜六晚上哦，被人家笑了整晚，我真的是差少眼。对，你知道能够被大家一起笑是敬仰，莫大的恭维了。是，对不对？很多人连笑都不看一眼，对不对？更何况说去笑，好不好？是，谢谢你啦。好，那你今天听说帮我们带来都是。对，就货到了。近期你很喜欢的收藏是吧？对，你看这个这么热的天，刚刚我来的时候，那个室外温度大概有39。哦哟，我觉得今天中午出去吃饭真的是冻没掉呢。对，那个太阳晒啊，你看那个，我知道你为什么派林心地出来，除了他瘦以外，就是他变白了。你看，当然哦，对，好不好？哦，这样有白吗？对。这个也是被下又黏腻的啊。林心地已经168一个多月之后，才有办法跟你同台入境，好不好？是没有这样啦，对啊，因为不然你去翻以前的影片，他有跟你一起入境过吗？有啦，他现在真的是对不对？哦，浓鲜合度，好不好？对，哇，这么会说什么时候？你现在的意思是说他以前很胖，对不对啊？他以前是有一点点线条，对不对？那个线条也是健康的，对不对？手比好一点，圆滚滚的线条，比较直线的线条。好，来，这一支叫什么？我们这是 CC 的1872男 ，CC 1872男。哦，这个之前我针管有看过，对，终于看到本尊了，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哦，哇哦，漂亮哎！这一张是它的说明书就对了，是吧？对，说明书。那因为这个牌子的定位其实比好漂亮。你边说，这个牌子定位其实比 Creed 啊，比 Amouage， 我觉得西决夫啊都还要再上一个哦，真的啊？对，比西决夫还 Amouage 都还要再高一阶。Creed 啊这些都还要再上去。那跟 Roja 嘞？差不多等级，真的差不多等级，对。只是他在台湾的知名度可能还没开，对，还没开，是，对，有。那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对，尤其是现在夏天，我们来一点，你看这50ml，你看皇室在使用的，它真的是皇室在使用的，对，1872，因为英国的国徽就是狮子就是狮子，是，OK。那你多介绍这牌子，可不可以让我们认识一下？就你所知的，它的官方的介绍，大部分都是讲它用的都是上百种的香材对，都是上百种的香材，光一支就用上百种，就是像这种其实是算它的入门款了啦。那它都会有大概150种的香材，那它写出来的可能是只有其中几种啦，其他几种是，所以你看它的香调表，也许觉得也许没什么，就是好像可能很普通，对。但其实它有很多是没有办法写上去的，隐藏的就对了。难怪会比较单价比较高一些。对，不是比较高，是非常高。是哦，对。那这一支方便说一下价是多少钱？可能要50ml就要14000、15000了吧？我记得没错的话，50ml就要14000、15000。对，我的妈呀！那100ml就上次那个，我们不是有拍一支 No.1 嘛？那是专规定价22000一样。对 ，OK， 对。好，所以这个牌子其实也很久了，只是因为我觉得是单价太高了，所以他们就是认识的就不多。那我们就试试看它的味道，好不好？好，这太高端了，可能空气就稀薄了。对，1872男，好，1872男。你说这是适合夏天的吗？夏天的，它的柑橘调，但是你真的说不上来它的一种很特别呢。柑橘皂香是吗？对，极度馥郁的一个柑橘香调，因为你很难形容很浓郁的柑橘香调，层次非常的多。是。那我可不可以说它是柑橘副旗调？对，是吧？是，它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柑橘副起调，但是它有150种香材，所以它的层次的表现非常非常的丰腴啊，应该也非常丰腴，对，非常丰腴。哇，那这一下去到现在1分钟过去，味道又在转变呢。对，很丰富的感觉哈。哎，因为等一下你念腔调表会念死，真的假的？真的不是，你刚刚不是讲说它只是很简单的呈现而已吗？对，很简单的呈现，这是它很简单的的呈现。我自己先讲一下，我觉得，我有闻到有薰衣草，是不是？有，哎有，因为薰衣草本来就是一个在你的比较显香的香材啦，应该讲比较显香的香材，是比较显香的香材。就你一闻到薰衣草，因为它有一点点刺激感，所以你一闻就是可以应该讲很清楚的辨认，对，辨识出这个香材。对，那它有没有又有带一点果香？很多果香，很多果香，很多果香。那最后有麝香吗？也有。那我真的是几个重点，大家都对慢慢可以掌握到。但是因为你很少会遇到这么高品质的柑橘调，因为有些人喜欢柑橘调的，我真的建议要来试一下这一支1872，这个支也是它的经典了。这支也是它的经典，就是像我个人，我一个牌子大概都会收2支，一个可能是夏天用的，就春夏用的，一个是秋冬用的。所以我之前买的 No.1， 它比较适合秋冬啦。那现在就是春夏的，就是187。这是它的你的第2支。对，第2支。所以我通常都会买2支。坦白说，这个副旗调比较少出现在跟柑橘做一个配搭的组合哦，很少见。你会觉得它的层次比一样是柑橘？对不起，柑橘副旗调的潘海利根的国王精神，比起来它的层次又更多，更丰富了，多很多，多非常多，对啊，多非常多。我想有的时候虽然售价不能代表它的品质，但是它至少会到那个等级，就1分钱1分货，用料是因为用料。而且你看我们边讲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又跟前3分钟又不太一样，对，它一直不断的在做变化当中，那现在稍微变，在我身上比较苦一点，我觉得它从一开始真的比较非常柑橘、新鲜 fresh 的柑橘，现在就变得比较苦一点，有比较沉稳下来，对，就比较沉稳下来。是，它这个可能10分钟的变化就大不同了，对，大不同了。好了，我们请林心丽说一下，这个女生闻起来，目前这一支在你身上怎样的呈现？我觉得这支的味道一开始就是很多很多的柑橘、柠檬香气的，然后非常非常多种在里面结合，然后它一开始有一种就是比较那种男生古龙会常有的那种很新鲜的那种味道，对，但是它的就会比我们平常闻到的再更丰富、更富裕很多，对，你会觉得说，它里面不只有柑橘而已，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香味在后面。对，那一开始的时候闻的时候就有闻到它的苦味，就觉得那个还不错，就是应该1872应该是指它出来时候的年份吗？哦，真的啊，这个很久了啦，哇，这个牌子是英国的吗？英国的1872是他们最巅峰的时期。对，但我觉得他这支是男嘛，但我觉得其实女生也 OK， 它蛮中性的，就是这个感觉，它不是说一闻就是让你觉得是男生古龙的那一种味道，也不完全是很有力量的味道，其实不是，它其实是一个算是蛮温柔的味道，对，蛮中性，我觉得女生使用也 OK。它第一下的那个感觉，其实有点像 Creed 的，我可以讲吗？皇家之水有没有那一种感觉？皇家之水有刚开始的时候，你这样讲，但是皇家之水，我倒觉得是现在比较像皇家之水，还蛮喜欢的。皇家之水，皇家之水的比较稍微单薄一点了，讲真的那个，就再柔一些啦。对，这支的话厚度觉得再厚一点点。那就传统英国香水的是带来的绅士淑女感绅士淑女感，而不是像法国香水带来的那种优雅的感觉，知道吗？它就是那种非常非常 class， 然后传统的味道。对，OK，好，那豪哥现在在你身上，你会怎么呈现？
哦，它就是一个你一闻就是真的是一个高品质的柑橘调，对，它完全不单调。我可以讲说，跟你之前闻的认知的柑橘调不一样，同意，有很大不同。是，你才知道哦，原来这1万多块的柑橘调，应该要呈现出怎么样的质感？应该讲那个质感，对，那个质感。OK， 那它带给你的不是1斤60块的柑橘哦，它带给你的，辛苦你了。来，好，来前调，苦橙叶，有青柠、葡萄柚、桃子香柠檬、迷迭香、薰衣草、波斯树脂、菠萝、胡椒、橘子、肉豆蔻和人，中调是快乐鼠尾草、万寿菊、小苍兰、仙客来、茉莉，基调是维吉尼亚的雪松、麝香、乳香、琥珀、法国劳丹脂、广藿香，哇，真的需要讲蛮长的呢哈。对，好，它带给你的就是大概是前所未见的一个柑橘香调，是柑橘香，而且非常适合夏天使用，非常适合夏天使用。对，你会觉得哦，这个柑橘调也太有层次了。因为通常柑橘调，因为夏天嘛，你需要常常补喷，其实它很少会做的这么的富裕啦，应该讲富裕，对，富裕，而且有层次，是有层次。好，那你通常你用这一支的时候，你通常会在什么样的场合跟什么样的环境？所以我通常就是在这个天气，不管怎么样，就是往身上喷就对了。是，对，而且它副期却不会让你觉得很沉重哦。对，很多东西。如果一堆叠起来，你会觉得沉重嘛，对不对？因为它很多嘛，很复杂。可是这一支的特色是，它很多，可是却不会让你觉得很沉重，这个是厉害。应该讲混乱，那是一种嗅觉的混乱感，就是你闻不出来是什么，就它还是有它的主调在走，对，然后其他只是陪衬，对，陪衬在旁边。是，就怕很多种香材就害你不知道主角是谁。对，这个不会，对，就一大堆香料往你鼻子砸之后，然后你就。这个嗅觉有点混乱，对，你闻不出来是什么。OK， 好，那林心娣，女生你觉得这一支你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跟环境呢？我觉得这个夏天还蛮适合，现在前面非常非常适合。但我觉得它中后调现在中后的感觉，其实晚上也还蛮 OK 的。是啊，它就是开始走比较沉稳一点点的那种感觉下来了，就是没有像它一开始的那个柑橘的那么爆炸。对，而且它的柑橘一点都不化工。对，然后我觉得还蛮贴肤的。对，是，对，它不是很扩散性很强的感觉。OK， 好，那什么样的场合跟衣着建议使用？女生的话。女生白天工作，我觉得也蛮 OK 的，休闲也可以耶。对，就是一个我觉得对，不太分场合，不太需要挑场合，对，是都可以的一个味道。那它给我的感觉，我的形容一句话大概就是，它是轻松而让你不失优雅的一支香水。好，它可以让你闻起来是。可能这个场合是一个轻松的，可是人家会觉得，你不失庄重哦。对，你去想象一下什么样的场合，它是一个轻松，可是不失它的庄重的。而且这个味道一闻就是非常昂贵的味道。这个味道真的跟一般的柑橘调有很大的截然不同，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好，如果第一个你喜欢柑橘调，第二个你想要在柑橘调里面尝试一个不同的感受的话，我觉得这一支绝对是。对，那。它有一点颠覆你对原本柑橘调的认识啊，对，它算是又在更进阶版的喽。因为一般柑橘调在这么热的天气，你可以喷很多下，我们通常开玩笑说可以喷15下，这个不用喷到15下，对，这个3下就应该3下2下，对，对，这个因为你是比较负担得起，你可以3下了，那我大概2下就差不多了。一下我一下，难受想哭啊，难受想哭，对。好，那待会我们再回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一支后调转变，我觉得后调一定还会有很多不同的变化，待会见，拜拜。好的，来。11C 1872后调又回到了
1872对于大英帝国的美好年代了啊，大英帝国的美好年代，对，最强盛的时期，对，日不落帝国哈，日不落帝国，对。但是它瓶子好特别啊，对，它就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对皇冠，然后清透的感觉。有人说像屁屁啊，好的哦，不会吧？啊，有人说像屁屁，是皇冠吧？对，其实它是皇冠。对啊，皇冠，皇冠。其实我不会联想到那个呢。啊，真的？对啊，就皇冠啊。对啊，有些人特别歪吧，哈。谁说？你勇敢的说出来是谁？是谁啊？他自己啦。是没有，不是我，歪楼的那一位，不是那个在台中的乡友啊，在台中的乡友哈。好栽哈。啊，在台中的乡友来，回头这只目前在豪哥身上。其实它也在变化，它没有真的是，它没有真的没有这么我们想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柑橘调。那此时此刻，帮我们形容一下好不好？我还在花香才慢慢要转到雪松啊、木质麝香那个部分，还很早因为以它的售价，它没有可能让你这么快就是接近尾声。我现在有一点。高贵的花香加一些些微的绿调，对，然后薰衣草依然犹在这样子，因为它香材太多了，所以你其实有时候一闻的时候会稍微有点，我可以用不知所措，就是你很难形容它的味道。它虽然有主线，但是因为它的配角实在是太多了，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气温，它会给你一种非常非常。非常富裕而且昂贵的味道。那因为在众多的香材里，现在当然还是花香啦，但这个花香也不是我们平常想的那个花香，而是非常有层次的花香。是啊，非常有层次。它很难用，我觉得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真的是需要给大家一点试香，看要不要摆一点那个试管。然后你要放在这里给我们试香哦。这么好意思，我现在一直难过想哭，想象的画面很像是，你知道，在以前只要是帝国的那个年代，都会有所谓的皇宫嘛，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现在味道有点空间感，是很像在怎么讲，就是皇室贵族的房间里面，国王的房间呐，白金汉宫啊，或者是说这个皇后的这个。他的寝室啊，就是这样子一个高贵，可是又有一点带一点旧旧的这个味道。它是一个应该讲是一个传统的古龙水的香型，但是它因为它加了很多大概上百种的香材，是去丰富了它的这个前中后调的过程，在转变的过程，然后它都衔接的非常好，对，衔接的非常好，所以它跟你，我可以说它是一支非常非常特别的柑橘调，跟你正常之前不管你买过多少柑橘调，还是会有很大的不同，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对，我相信绝对是跟你所见过的柑橘调是完全不一样，对，而且它后面走的非常的有自己的特色，对，对，你会基本上忘却了说一开始是柑橘调带出场的因为它已经不能用香来形容了香是它的基本，应该算它的低消了，是它要带给你的是层次、多变、昂贵、质感，质感，对，就是其实它有点像在秀肌肉，就是它为什么会卖这么贵？那它会让你知道，对，你的钱花在哪里了，花到哪里去？对，这句蛮实际的。对，好，那林信娣，你觉得女生现在在身上的后调怎么呈现呢？对，它也是一个蛮难形容的味道，但带一点点花香，然后还有一点点微苦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它那个苦的感觉让我有沉稳的感觉在里面，它已经没有刚开始的那个那么柑橘的感觉了。对，它刚一开始前面3秒钟是甜的，你知道，现在马上就把它转掉，因为可能是桃子啊，让它有那种果香的甜感。跟刚开始我会觉得是不同支香水的感觉，对，后面变化完全不同支香水是。对，因为
通常人家正常3调大概就是它的前调了，对，对不对？它的前调，对，但是它把它全部浓缩在前面，所以你会真的是复齐相调。对，复齐相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需要，因为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体温，啊，所以不同的感受，就会呈现出的特点的味道就是不同的。所以复齐调有趣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所以其实欢迎大家来。这边试想一下，对，我们好像有试管啦，对，有试管，对我已经看过你有试管，我才敢这样讲。可是我的试管跟这一次闻到这个感觉不一样，真的厉害，是会有一些微差异。对，因为喷在皮肤上的面积不一样，所以它香气的呈现就会还是有差异。当然，我觉得它封存的方式也不一样了，毕竟玻璃瓶跟这个不透空气，它的保存就是比较好嘛。就像你知道我们在喝啤酒。那个铝罐的啤酒跟玻璃罐，你就知道那个就是不一样，对不对？你喝得出来吗？喝得出来啊。对呀，因为要说我一定拿玻璃瓶，我不会拿那个易开罐。对，所以针管当然还是跟正装也是有一点差别。是啊，可以闻个大概啊，但是还是会有稍稍不同。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大航海要正装出去的原因，因为你拿到针管的感受跟你拿到正装是真的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是不一样。OK， 好，来那个林心力后调，帮我们做个结尾一下好不好？这支我觉得，是一个很难以形容，对，我觉得它就是很适合，就是感觉是一个身份的象征，的一个味道。它刚开始会给你，就是它一出场你就可以注意到它的存在，是，但是它又。中后调让你觉得它很有内涵，有很多就是丰富的内涵在里面。对。但是呢，你会感觉到它就是有气质的，但是 get 不带到它有哪些味道在里面。了解。对呀，有一点会让你会想要去探寻它的一个香味，因为可能它就是要让你呈现出一个非常独特的味道，你一闻到就会有所谓嗅觉的记忆点。就觉得记忆点，对，是。好，那豪哥呢？这一支帮我们做个结尾的话，你可以怎么说？如果你觉得一般的柑橘调对你来讲真的是有点乏味但是因为夏天这么热的天气，你喷其他的香调可能又不太适合，对，不太适合。就是，但是我建议你，如果在荷包允许的情况下，就一次到位，就是到这种收藏等级的，一次到这么高的等位。对，是，对你一喷下去就知道，哇，原来钱都花在这里，对，钱都花在这里。对，其实我是不鼓励大家过度消费啦，还是要理性消费啦。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买香水就是这样，就是你如果慢慢这样，其实后面你会发现，其实多花了很多钱，倒不如对一次到位。没错，对，就像你买这个视听器材一样，从那个后来你就觉得，哎，我干嘛那个时候，对不对？对，回头看我这个前面白花钱了。对，当然总是一个学习的历程，没错，对不对？没错。那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对，如果你玩了有一个程度的话，我觉得一次到位，大概就是这个感觉。对，一次到位，它就是一次到位的。那我觉得这个味道，因为它丰富到让人家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人来形容的话，你会觉得这一个人非常的有内涵。你讲什么，你跟他聊天的过程，你不管你讲什么类别的东西，他永远都可以跟你搭得上话，而且还可以说出个所以然出来哦，是很有内容的。可是就是因为很有内容，所以你会发现说，他到底真正强项或者他真正厉害，他到底在做什么？深不可测的感觉。对，会让人家觉得这种神龙见首不见尾啊，有点摸不着这个君主，他到底他神秘，你知道他厉害，可是你不晓得他在做什么。这种神秘感，我觉得这一支完全做到位。好，让你一直闻，一直变，然后到底现在请问主调什么还是没有抓到？对，你只要是副旗调，对，但是它有一个中心，但是太多的配角跟太多的层次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这边有试管，好。不然就是礼拜2出一下好了。对，
我们以后也会直接打开在那边展示。对，对，来欢迎你来试试看这支柑橘。那还是要到了评分的时刻。来，豪哥，这一支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调？其实我第一次喷真的有惊艳到，因为我想说，反正我就买一支春夏的柑橘调试试看。但就上礼拜4一喷下去，我真的再喷一下啊！哎，怎么那么钝呢？对啊，真的让我有惊艳的感觉。然后以这个春夏的香水，我觉得我给它10分，真的我给它10分。是。它唯一的缺点是稍微贵了一点。对。好，来林心理，这一支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调？跟豪哥你没有讲调性啊。它就是个柑橘副起调，但是我觉得更偏向所谓的副起调，而不是柑橘调。对，对。好，那林心理呢？我也是柑橘副起调。他都不用讲，他都喷2下，你看，对啊。但我更喜欢它的前面啊，对，就是前面就是一个很明亮、很耀眼的柑橘的香气，对，但不是只有很单纯柑橘，它是很多种不同的副起的综合的柑橘的香气在里面呈现，然后中后调又变沉稳下来这样子，我给它9.8，也是因为价位的关系，就是稍微扣一点点分数，是，就知道这种顶级的品牌，而且你看可以活这么久，对，好。所以，真的，也许你会觉得我其实2、3千块就有很不错的柑橘，为什么要花它好几倍的价钱去买一支这么贵的柑橘副起调？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这支一定要试试看，对，一定要试试看。OK， 对，我觉得这支有买到2支的感觉，有3支了。那我觉得这一个。对我来说蛮惊艳的，因为柑橘调居然边走着，后来好像自己刚刚前调跟后调是喷了不同支的香水的味道，对。那而且一直让我联想到，就是我刚刚讲说，在皇宫里面，就是皇室的房间，不管是国王或者皇后，他的房间就是有这种富丽堂皇、金碧辉煌，对，那有这个绒布啦，或者是各方面。的这种空间的味道，那我自己觉得非常的神秘，而且你会一直不断去探寻，可是永远还是没有办法决定说它到底是哪一个香调。它就是一开始喷，你好像到了一个果园，然后到了中间你到了一个花园，然后到了最后你到了一片森林，对，真的是你都在这3园里面，不断的享受它中间香氛带给你的质感跟层次，应该这么说。对 ，OK， 好，那这一支我会给它柑橘副起调，一样没有错。那0到10分，我会给它10.5分。10.5分，10.5分，这个超出我的预期了。是，所以我用分数来表达说超出我预期的感觉，因为你一般听柑橘调。你一定觉得差不多就这样子吧？因为你心里会有个既定印象。对。但是我这个完全好像刚开始跟后面是完全不同支的感觉。对，而且我觉得现在我们都只探索它大概1/3而已哦。对，我觉得它后面应该还会又再不一样。对，好不好？那这个只能因为它实在是太多香在里面，只能留到后面。我看看说，透过文字再来回补一下，所以后面会再有什么样的变化？对，非常谢谢豪哥介绍这一支非常少见，我自己个人评价也蛮高的，1872男对，但是我觉得女生也非常可以，对，非常可以。谢谢豪哥，谢谢，拜拜， 30秒一起来吧，好，拜拜。